各位线上的同学，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是进入《志工大哉问》的第3集啊。我们总共要讲4集啊。那过去读书会呢也分享了，我们读书会也分享了20集的大哉问啊。那大约回答了将近200题的问题。那些问题都是志工跟一般的会众大德提出来的。那这几个礼拜我们所讲的这个志工大哉问呢，这个问题都是由志工干部提出来的啊，因此呢，所提的问题形态会稍有所不同啊。不过我们还是一样，用平淡浅近的语言跟文字来解释啊，大家还是一听就懂啊。好，我们现在就来借别人的问题转化成为自己的菩提啊。第一题，有志工问我先生很投入当志工啊，也很早就受赠慈济委员了。我是最近才加入慈济的。我的问题是，我先生的慈济精神理念很深啊。从2年前我一开始加入志工团队过后呢，他就逼我如数啊，守10戒啊，还要我参加各种的活动啊，跟培训课程。这样呢，导致我大部分时间呢都在做志工，而没有自己的时间啊。虽然我即将受赠，但心里还是有些不甘因为一直以来呢，总感觉是被强迫成长请问呢，我要如何克服这样子的心理障碍？好，这个叫做心情很复杂，心里很矛盾心念很纠结都是心在作怪啦。人性的弱点之一是人有奴役性也就是惰性那本来就很精进的人要变成懈怠呢，这个比较容易那本来就很懈怠的人呢，要他变成精进，那这个就困难多了啦。也因此呢，孟子才说强恕而行，求人莫近焉念强恕而不是强恕因为这个强是讲勉强的强不是强壮的强啦。那台北就有一个中学大家都念强恕中学嘛那其实发音是错误的啦，应该要念强恕中学但是强恕比较难听所以大家都念强恕中学其实是强恕中学才对的那孟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什么？人有时候呢，要靠勉强的方式去做有意义的事情或对的事情不能只靠一时的发心因为发心容易恒心难当发心起来的时候呢，我们会很积极投入但是一旦碰到不开心或行事不顺利的时候呢，就有停退的心这个是每一个人呢学习过程中的现象了然而只要能够让这个勉强的功夫用得好让恒心不断那短暂的勉强终将成为心智成长的超越跟突破这个也是成长的喜悦嘛。那求人莫近焉，就是说让道业增长，那是指日可待很近的事情能主动发心这个是根气很好的人但是能够强恕而行，这个也是不简单的功夫因为有的人一旦被勉强，他会反弹的。但这位太太呢，她没有反而一直在勉强中呢往前迈进终于呢媳妇熬成婆啦不但如数了，还守10戒，也即将受赠为慈济委员这个是人生慧命成长的里程碑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辛苦一阵子快乐一辈子的道理啦。那孟子所讲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等等等等，那这个就不是勉强而已而是强迫的性质力道是更强有一点像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感觉啦。那这位先生呢，有善根跟慧根不但自己懂得把握因缘投入当志工也懂得这么好的团体，那不能只是自己参加而已
还要用心良苦，千方百计要接引自己的太太也一起进来。那这个太太虽然被勉强，但是心里却很不甘心，但是他也没有对先生反弹哦。老实讲了，这个先生跟太太两个都不简单呐，那做太太的心有不甘，表示还有心理障碍这个要从调心去下手不但要自我肯定，还要感恩先生感恩先生的用心良苦，成就我们的慧命所以要把心里的不甘转化为感恩因为最终受益跟得到好处的还是自己不是吗？那至于说到忙到没有自己的时间，那这个就要靠自己去调整了。我们每个人都很忙那怎么去调整时间？这个是个人的要去努力去做的事情那毕竟这个菩萨道这条路是长远之路脚步跟方向都要靠自己随时去调整才会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那太太认为的心理障碍，其实并不是障碍。这怎么会是障碍呢？这不是绊脚石而是踏脚石，让你一步一步踏着石阶登上山顶既然这不是障碍，当然你也不用去克服你只要转不甘的心为感恩的心这样就好了好，第二题，有人问，有一些志工跟他有缘的组长或者干部来邀约他呢，他就应邀；而跟他无缘的组长或干部来邀约他呢，他就不想理会。请问这样的分别心要如何去除人群中的人际互动有缘深缘浅之分也有缘跟无缘的差别那投缘的话呢，就无话不说无缘的话呢，就话不投机半句多虽然说这个是人之常情其实这个也是凡夫性再讲重一点，就是凡夫的习气那我们既然来学佛就要学习超凡超越凡夫那才有可能进一步接触到圣者的境界，一窥圣人的境界，也就是超越人性，才有可能接近佛性那一旦接近佛性，则面对一切事情就比较能够依法不依人那这个是超然的立场就是出世的精神不过我们也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老师还在的时候呢，就依人也依法。哪一天老师不在了，就要依法不依人教师不能说不重要但是教法是更重要所以依人不能说是不好或不对要看情形如果依的是善知识，依我们所追随的师父，那就很好如果依错人变成认贼为父，去依到三姑六婆这个就很要命所以不管对方是跟我们有缘无缘，我们不依这个人，而是看他所说的、所想的跟所做的是不是依正信的佛法，是不是依如来之法，法才是最高指导原则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自己的主观跟偏见，我执我见，定知定见，那对不起，我们无法配合你这个叫依法不依人那做组长的，如果能够以德服人，广结善缘而一呼百应那这个你做人成功。相反的，你这个组长或干部去邀人家，人家都不配合不参与，那这个你也不能怪别人而是要检讨自己为什么我们讲话人家不听或我们做的事情人家都不给予配合。这个时候就要拿孟子所讲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来警惕自己这个是指邀人的人如果是被邀的人，我们也不要有缘的来邀请就去无缘的来邀请就拒绝这样就是感情用事了变成是依人但是不依法这样也是不好跟我们缘再好的人来邀约如果那是一件不如法之事
我们也不能给予配合如果是无缘或者缘浅的人来邀约只要那是一件正确的也是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还是要摒除私见以大局为重，给予配合，这样才是心胸开阔，没有分别这个道理就是孔子讲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道理啦好，第3题，请问什么叫做陪伴新人应该要以怎样的心态来陪伴新人呢？请教您待人的妙法这个提问里面呢，这个讲新人应该是指新进志工啦所以才会有陪伴跟带领的问题嘛。那志工有投入人群中活动，活动中就会衍生彼此怎么个性上啦，或想法上啦，或做法上的种种问题嘛。那新进志工进来，谁跟他比较有缘的，属性比较相同的，或者是跟他住在同一个社区里面的，那在这样的条件的接引呢，应该是最方便也最能够持续的。理论上虽然是这样子的但实际上也并非绝对也是要看情形如果没有人跟他住在同一个社区附近，只好由比较远距离的，但是他很有心跟他有缘的人呢，去跟这位新进志工去互动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能拘泥于这个现有的制度，说哇，这位新进志工不是属于你的区所以你不能来这边跟他互动那这样就是什么？墨守成规，死骨不化就不好。人跟人相处，人缘很重要。有缘的话呢，千里都能来相会了。那无缘的话呢，即使住在同一个社区，也都不相逢啦。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有缘者远在他方一绝，无缘者近在眼前不知。所以人缘、时缘、地缘都很重要。佛法尤其是讲因缘嘛，缘在哪里，就有跟他有缘的人就跟他互动，这样才会有缘说话是真理带动的效果就会比较好啦。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要活用死的制度，用法不能死板板的啦。用法如果是僵化不灵就不容易对机嘛。那不对机或不接地气，就很难接引跟陪伴新进志工这样很可能会让有心要进来做志工的人呢，因此中断姻缘这样就很可惜了。我们如果能陪伴的好能支援惜缘，也结好缘，把自己的志工经验跟他们分享，把正确的佛法理念传给他们，让他们受益也受用，这个时候这位新进志工才会有意愿继续接受见习培训最后受证为佛心师志的慈济委员这就是正言上人的在家弟子啦。这样你就是在自度也度他，功德无量如果这位新进志工得度了，他再去把这么好的法传给别人，度化别人，那对这位新进志工来讲，他也是在自度度他。这样你度我，我度他，我们一起来度别人，就是弘扬慈济宗门，传承净实法脉的境界了啦。好，第4题，团体中碰到彼此意见不一样双方又坚持己见各说各有理由，造成团队很难达到共识这个要如何处理呢？还有，尤其在承担同一个活动的时候团队气氛会变得很不好，因为那位志工呢很强势，大家都很怕他那为了顾全大局呢，大家只好无奈的妥协变成凡事都要听他的。请问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处理2个人都是彼此坚持己见，其中一个人是强势作风可以想象那个气氛一定是义愤填膺血脉喷张很容易起冲突其实处理任何事情呢，一旦坚持己见或强势作风，这样就是落入了事项跟执着事项结果就是因人乱了心
因事乱的心。那没有接受佛法教化的人呢，当他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很容易落入事项，为做事而做事，造成只知道做事却不知道做人，因此人缘不会好，人际关系也不会好。所以学佛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去我执嘛，灭我相啊。那我执跟我相除灭了，烦恼就跟着解脱了嘛。那工作或生活自然是清安自在啊。在凡夫的修行团体里面，人免不了呢会显露习气，很自然的。虽然说这个是很司空见惯的事情啊，然而修行这个修就是指修身养性啊，行就是端正行为啊，也就是要借别人的事来练自己的心，借别人的境界来修炼自己的心啊，叫做借事练心，借境修心。也就是说，看到别人坚持己见，会让别人很不舒服，我们就要马上反观自照，想想自己有没有这样呢？那看到别人强势作风，很让人反感啊，我们也是要马上提醒自己，不要跟他一样啊。那我们如果能这样见不贤而内自省，我们做人就成功了啦。这样就是好修养啦，也就是用出世的精神在做入世的工作，叫做行于世间不着世间呐。不着世间就是不着事相、人相、我相、众生相等等的。弘一大师有一句开示很好啊，我们以前也提过了啊。他说：“人生没有大不了的事，也没有过不去的坎，只有放不下的自己啊。”那坚持己见的人，就是放不下自己的知见嘛。那这也是一种无法解脱之见啊。那修行人可以做到解脱烦恼跟解脱生死，但不一定可以解脱知见哦。因为付出无所求啊，大家很容易做得到，但是提出意见后要做到无所求，这个就不简单了哦。人们都会要求别人听我们的意见，但是自己却不懂得去尊重别人的意见。那不同意见在拉扯或对立的时候呢，谁先放下，谁就先解脱。这个也可以叫做三轮体空啊。能做到三轮体空，就不会有身着我相跟我见，就不会这样子了。来做志工的人都是付出无所求了，没有名利可以求了，不为名不为利的。照理讲，这样的无所求就是无欲嘛。那无欲就是没烦恼啊。可是很奇怪哦，有一些志工已经做到了付出无所求，但还是有烦恼啊。主要原因就是什么？要求别人接受我们的意见，这也是一种有所求，因此烦恼断不了啊，所以放不下知见啊。所以要求别人接受我们的意见也是有所求，坚持自己的意见那是对别人强求，而主观认为自己的意见比别人好，那更是没理由。因此我们要学习放下知见，去除我见，心空无见，这样烦恼才会跟我们说再见。有真知正见的人啊，即使别人不接受他的意见，他也能够随缘放下哦，他不会继续坚持，这样就是解脱跟觉悟的境界了啦。其实想法跟做法会因人而异啊，也没有什么对错。那会有意见冲突，那是因为人人都有本位主义啦。什么叫本位主义？先入为主啦，心存定见啦。那这样就很容易造成我执、我相、我见、我慢、我痴等等，都是我啦。每个人都没有对错啦啊，因为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一切只是观念而已啦。先放下，谁先放下，谁先解脱啊？这个是指修行团体而言的。那如果是政治团体，那就情况不一样哦。不同政党对不同的议题在那边尔虞我诈，互相攻防啊，牵涉的因素非常复杂哦。这个就不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概念里面了哦，这情况不一样啊。好，第5题，请问啊，有会员在问啊，如果有一天证严上人不在了啦，慈济要怎么办呢？
这个证严上人哦，听到有人这样问哦，都会说哦，这的人哦足奇怪，拢无咧担心家己无地会安怎，敢若担心讲我无地会安怎，说得很有道理啊。凡夫自己的事情一大堆，都已经担心不完了，却在担心智者跟觉者的事情了。佛陀时代呢，也是有人提到这个问题啊。佛陀有一天呢，有一次啊，佛陀时代了，外道向舍利弗呢提出质问啊，他们问舍利弗了，请问如来以后有没有生死啊？还是以后没有生死啊？舍利弗回答外道啊，唯有这个问题不能说如来会怎样。各位想想啊，如果这样回答，外道当然是不满意嘛。所以外道就讥讽这个舍利弗，这几个问题都回答不出来的人，怎么敢称是佛教教团的上座呢？所谓的智慧第一啊，恰如婴儿一般呐，这样子的讽刺舍利弗。那舍利弗就把这样外道所提的问题回去告诉大迦叶，他就问大迦叶啦，他说：“尊者大迦叶，佛陀为什么对外道们所提的如来生死的问题不曾给过解答呢？”那大迦叶就回答说了：“如来的爱执已尽，心无烦恼而永远解脱。他的证悟甚深广大，不能以迷情的这个4句话所能提问呐，也不能以言辞来回答。唯有这个问题不应问，所以如来也不给解释。”大迦叶的这句回答非常精湛哦。换句话就是什么？不可说，不可说啊！因为跟你说，你也不一定听得懂啦。凡夫不会懂得圣人的事情啦，对不对？所以大家也对于这个智慧第一的这个舍利弗所提的问题，这种大问题啊，能够及时以这种睿智来回答，可见大迦叶的修道是如何的深远。其实佛陀也没有指定任何人来当他的接班人2500年前，佛陀涅槃了啊，佛陀不在了啊，可是至今正信佛法依然兴盛。然而现今佛弟子也是遍布各山林其实只要人人心中有佛，则佛陀的法身慧命就与我们同在啊！佛陀即将入灭之前呢，佛弟子们恭推阿难呢，向佛陀做最后的请益这个典故大家都知道阿难就问了4个问题啊，请问佛陀涅槃之后呢，我们要以谁为师啊？我们要以何为安住啊？碰到恶人如何调伏啊？那经典的结集我们讲出去如何令人起信呢？让人相信呢？佛陀就只想回答了你们应该以戒为师，以思念处为安住，遇到恶人时莫并自知就是不要理他的意思啦那你们以将来集结经典呢，这个经手要安立，如是我闻，这样人家会相信是我说的啦这样子嘛这是佛陀最后的遗教。总而言之呢，现在证严上人还住世，自己就要赶快把握因缘，精进闻法，亲近师父。只要心中有佛，行中有法，将来证严上人不在，我们自然会知道怎么办。现在上人还在，你却不来也不在，将来证严上人在不在，其实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啦，对不对？说不定我们比上人还早走了是吗？印顺导师呢，也曾经为了这样的提问开示他说路总是要有人开出来啦，有人开路就有人走路，路破洞了，自然有人会去补洞。意思就是说，免烦恼啦，不用担心啦，船到桥头自然直。好，第6题，为什么学佛要进步就不能跑道场此际没有说不能跑道场这个要解释得清楚才不会造成误解有些人是从别的道场来慈济投入当志工的那这个怎么可以说人家跑道场呢？应该说那个道场收这位志工跑道场才对，是吗？如果是本来是在慈济当志工，后来有因缘跑去别的道场服务，那这是他的自由嘛，一定有他的因缘嘛因为他还在选择道场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他在跑道场
好，那所谓的不能跑道场，是指受证委员过后就要一心一志、佛心施志。希望你接受见习跟培训过后，对慈济菩萨道的修行法门已经有相当了解。那受证委员之后，如果要道业继续增长就要把这个动荡的心定下来让它落地生根，一门深入这样才会有所成就了。那即使道理是这样了，我们也只能亲切的呼唤，温馨的提醒没有说不能跑道场禁止跑道场没有这样子讲这是师父引进门，修行在弟子因缘有缘，因缘有生有灭吗？人心反复无常如果受证之后还在三心两意不定性这里有法会去参加一下，那里有讲经就听一下慈济有活动也去参加一下弄到身忙心也忙，身累心也累了，不知何处是归程那学佛不能进步，这个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啦那如果即使有人要这样，我们也只能尊重祝福他因为个人慧命个人故虽然过性命过毁命个人生死个人了嘛。好，接下来第7题对别人一再的包容，一再的原谅，会不会造成对别人纵容这样是否会只有自己有成长，而别人没有成长呢？其实别人有没有成长，那是别人的事情；你自己有没有成长，那是你要有自知之明正言上人曾经对这样的提问反问大家：你们都是做父母的请问你们会原谅自己的孩子几次？大部分的人会回答说无数次。对，相信为人父母的都是会这样做啦。别人做错事，我们不原谅他，这也不会让事情有所转换或改善不是吗？相反的，选择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其实我们也可以反向思考啦，想想自己如果是那一位能力不足或经验不够而经常犯错的人，我们也不会希望别人来指责我们、批评我们也是希望别人能够体谅我们、原谅我们因为毕竟我们也不是故意的嘛，而是能力不足那如果以这样的同理心去换位思考，道理就很清楚了其实老天爷也是在看我们怎么样去原谅别人，来决定将来万一我们不小心犯错的时候，怎么来体谅我们。这个也是因果论要深信不疑要同理心视之总而言之心量宽大则永远是包容心量不足才会感觉是在纵容其实常常做错事而被原谅，这也不会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是吗？很有道理的好，今晚我们回答了7题里面没有艰深难懂的语文相信大家都能够一听就明白希望所回答的大家都能够法喜充满，福慧双修。很感恩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